李长寿的先是看了眼小琼峰上醉酒熟睡的师傅，再看看这狐女。此时师傅正好是感情的空窗期，很容易被这狐女趁虚而入啊。先不说师傅顶不顶得住，单说若是小琼峰多了一个狐女做师娘，对自己和灵娥会有什么影响呢？答案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。他要是想嫁入小琼峰，必会被李长寿在神魂处埋下一个东西。奇缘单单只是天道誓言都不算稳妥。李长寿假装出神，立刻看向了呼唤自己的掌门，站起身来，低头绕出矮桌。此刻他将一个固执且在乎礼节的拙仙简直就演活了。方才偶有所思，请掌门恕罪。奇缘呐，你先带这位蓝道友在山中走走，半日后回殿中来，给我们一个答复。不必担心什么，或者是考虑其他，你自身之事，一切全由你自己做主。若是拿不定主意，就去与你弟子好好商议商议吧。半日，这也算是渡邪门给了青丘一点面子，让齐元跟青丘兰独处半日，看看青丘兰能否打动齐元。3个时辰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既不可能让人相处太久而产生微妙情愫，也刚好能让彼此有一个简单的了解。李长寿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一旁那狐女倒是紧张了起来，轻盈盈地站起身，先是对着李长寿欠身行礼，而后低头跟在这李长寿假扮的齐元老道身后走出了渡仙殿。灵娥和九九立刻就要跟上去，却被一旁的渡仙门老妪笑着拦下。莫急，在咱们山中，他又不可能伤了你师父。灵娥九九只得站在殿中等候。2个人倒是毫不担心李长寿的处境，反倒开始同情这个一开始就找错了人的青丘狐。于是片刻后，迷路了。挂在树枝上的木牌来回摇晃，狐女兰禁不住有些苦恼地拍拍额头。刚出渡仙殿，就跟着齐元到了小琼峰的他，在山林中与梦中那人散着步，就莫名其妙地独自落入了阵法。他轻轻一叹：道长，你连这半日都不愿给我吗？这狐女面色颇为凄然，站在那儿沉默一阵，又突然像是恍然大悟。道长，您在考验我对阵法的理解，对吗？当下这狐女迈步前行，不断地搜寻各处，自是难以逃出阵法。湖边草屋中，李长寿已是将自家师傅摇醒，直接帮师傅醒了酒，又喊道：师傅，妖族打上来了！什么？齐元老道一跃而起，抄起拂尘就冲向屋门，口中大喊：贫道以身殉道的时机终于来了。李长寿头一歪，为啥师傅第一反应是这？齐元老道冲出屋门就发觉不对，扭头瞪脸李长寿骂道：哼，哪来的妖族？师傅您看。李长寿随手点了一面云镜，其上出现了困阵中的情形。那妖娆的狐女正在不断地搜寻着什么，齐元老道自然认识这狐女，眉头皱成了个川字，低声道：徒儿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李长寿传声笑道：师傅莫急，我正派人去月老殿问询此事，看一看师傅您的姻缘。这狐女似是对师傅您铁了心了。为师再去找他说个明白。此女中毒已深，非是言语就能解的。而且师傅，您直接进阵，我都担心她会对师傅您……怎么？用强。齐元老道不由抬手摁住道袍衣领，老脸儿都有些泛白。你师父可是清白了一辈子，断不能您放心，有弟子在这儿。师父且等，我看一下师父您的姻缘。话语一顿，李长寿示意自家师父稍安勿躁，立刻闭目凝神。与此同时，
在天庭的水神指导人已经赶到了月老的姻缘殿，被月老热切地迎了进去。李长寿用了个简单的借口，最近妖族与人教与天庭为敌，他起来看看是否有人教弟子与妖族有了姻缘，若是有，提前也好做些谋算。月老岂敢不应？当下月老引着水神大人去了后殿，很快就调出了人教6大仙宗的泥人。与妖族有关系的道侣也共有10几对，其中最显眼的当属渡仙门小琼峰一脉卓仙奇缘与青丘妖族女子小兰。此刻师傅的泥人浑身上下只有一只线头，这线头对应的依然是九羽狮的姻缘泥人。狐妖小兰的泥人也只有一根红绳，但这红绳此时却是直接系在了奇缘泥人的腰身上，还打了个死扣。这月老双眼一瞪，几乎只是瞬间额头满是冷汗。李长寿本想质问月老为何做这般事，但他看到月老此时状态有些不太对，反应也算迅速。月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近来可有饮酒？月老反问一声，而后指着这3只泥人，这个那个说不出完整的话来，面色越发着急。片刻之后，月老方才理顺思路，开口道：这不对，此前奇缘道友来天庭，我明明已经出手帮奇缘道友和隔壁那个离着稍近的九羽狮缠上了，还打了喜结，怎的这红绳直接断了，还连到了妖族女？月老，李长寿直接打断了月老的话语，皱眉道：慎言，除却你之外，还有谁能影响到姻缘殿？姻缘殿。月老先是摇头，又背起双手来回踱步，口中不断的喃喃自语。这姻缘殿乃是天道重地，便是强如大法师也不可能瞒得过月老做这般手脚。2个童儿接触不到月老的剪刀，且月老平日里也极少做出这般大的纰漏。很快月老哆嗦了一下，抬头看着李长寿，低声道：那颗绣球，那颗曾主持天婚的红绣球，绝对能做到此事。李长寿顿时陷入了沉默。圣人娘娘，她做这种事干什么？一个小狐妖，一个可能斗法的斗不过原先的卓仙，圣人出手必有深意，总不可能是为了看场好戏什么的。这背后莫非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算计，是我此时还看不到的？月老，除却红绣球，断没有其他可能。月老看着这月老后殿，低声道：姻缘殿与天庭众神殿本就是天道之力凝成，乃天道护持的重地，而姻缘殿中本该有的那件红绣球，其威能尚在我这个守殿灵之上。李长寿看着这根红绳，一时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。动不得，这绝对动不得。水神大人，您定要信小神，便是借小神几个胆子，也不敢在您知己忘年交的姻缘上动这种给自己添堵的念头啊！罢了，多谢月老指点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李长寿转身刚要离开，但是心底一动，转身看向了师父的姻缘泥人。一个恍惚，他看到了这般画面。月老自殿外而来，招来奇缘的泥人，看着奇缘与九羽狮的泥人，先用相思宝术扎了2个人几下，再将2个人本来已经有些远离的红绳拉到了一起，打了个喜结。但月老满意的离开之后，2根红绳轻轻一晃，再次被扯断。九羽狮的泥人更是将红绳收回去了大半，画面戛然而止，只留下少许熟悉的道韵。果然是圣人娘娘出手，这般画面却是在告诉李长寿，并非是他拆散了九羽狮与奇缘的姻缘，也非月老暗中做了什么。顺便，这位圣人娘娘也认下了狐妖阿兰的红绳就是她缠上去的。这是热血漫看够了，想换点口味看恋爱酸酸甜了。
李长寿各种无理吐槽，对此也是一阵头痛，心底浮现出了池边女神双手捧着脸颊，满脸期待地看着云静的画面，令寿十分头大。辞别月老，李长寿的心神落归小琼峰。他此时还是不太相信圣人娘娘会因为想看顾上而出手，始终觉得圣人娘娘还有其他的算计。而自己此时断然不能跟圣人相抗。浪前辈在六圣未出时代都被搞成了残渣，面对这位远古时代至今的少数胜出者，李长寿此时不敢起半点心思。小琼峰上，李长寿看着自家师傅正在不断踱步，沉吟几声。师傅。您确实对这狐女无感？哼，那是自然。齐元老道慨然道：你当为师是那色中恶魔？哼，岂能因女子姿色而自落心境？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。要不然您先试试。试试又如何？齐元一扫浮尘，自行驾云朝着迷阵而去，顺利地见到了那一块牌子。迷路啦！齐元轻哼一声，站在原地不动，端着浮尘闭目养神。不多时，在阵法中转圈的小兰有些失魂落魄地走来，闯入了这一节阵法。道长，这一声情真真意切切，让齐元老道当场就哆嗦了几下，浑身上下汗毛竖起，道心都是一颤呐。他转过身来，见那身着霓长裙的美丽女子冲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齐元老道后退半步，几乎下意识的就道一句：道友且止步。狐女连忙顿住了连足，露出少许微笑，眸子闪着光，白皙的肌肤染着淡淡红晕，柔声道：您终是能见我的，对吗？道友，说实话，贫道对你并无任何念头。那您为何目光闪躲，不敢正面看我一眼？齐元老道不由再退两步，此刻却已是有些慌乱了浑浊的道心。道友你还请自重些。到此时，李长寿就已是彻底放弃了自家师傅，开始想接下来该如何稳住这个狐女，以及保证师傅不会泄露他的根脚。有些事枕边是绝对瞒不住的。李长寿很快就发现这狐女也是有备而来啊。这时九九、灵娥、九巫、九师相伴回了小琼峰。与李长寿碰面之后，李长寿点开了一面云镜，一同观察阵内的情形。不多时，江灵儿带着九羽师也来了此处，加入了围观者的行列。且看那狐女施展出了一套上显青涩、痕迹感颇重的攻略步骤。她先是一句：道长，咱们可以坐下说说话吗？齐元老道皱眉点头，两个人相隔3尺而坐。沉默片刻，那狐女开始倾诉衷肠，将日夜的思念、每日梦中梦到的画面与齐元老道柔声说着。他没有用任何媚术媚法，只是这般言说。小半个时辰后，他又是一句：哪怕道长不愿留我，我也想为道长舞上一曲。齐元老道此刻已是不忍拒绝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只见狐女起身走出几步，在林间飘然起舞，不知不觉就褪去了外层薄薄的纱裙，舞姿美的是惊心动魄。一舞罢了，再看齐元，却见这老道面容肃穆，淡定的点点头，言道：可舞罢了。忽听李长寿传声呼喊：师父，鼻子齐元老道眨眨眼，抬手摸了摸人中，却是沾了满手鲜血。道长，您怎么了？狐女小兰呼喊一声，化作一阵香风，急忙飞到了齐元的身前。
齐元修为不高，来不及闪躲，已经被一只仙手摁住口鼻，下意识的抬手反摁住了那只仙手。林间顿时安静了下来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老道、狐女齐齐霞飞满面。老道触刺般的将手给挪开了，狐女却是满目柔情，低声道：道长，我来帮你疗伤就是。阵外，李长寿倒是第一次与师祖、师伯、师叔、师妹、表妹动作整齐划一，齐齐以手扶额。哎呀，没眼看呐，没眼看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还好，事情并没有朝着不可描述的方向发展。血迹擦干，齐元老道及时回转过来，起身后退，主动拉开了距离，不然李长寿真要扔一卷初级版的梅老图过去了。道长，狐女小兰有些忐忑地轻唤着，齐元忙道：道友，与我保持这般间隔吧。贫道有些失态，还望道友勿怪。但此地乃太清玄宗道法庙门，道友还是把衣服都穿上，免得引人遐想啊！是，道长。狐女兰轻声应着，在手镯中取出一件长衣。那件纱裙，她本想小心地叠好收起来，但刚有动作，其上的血迹突然冒出了冰蓝色火焰，只听得呼呼火声响动，那纱裙顷刻之间便化作了灰烬，而狐女兰毫发无损，甚至没能感觉到那火焰半点热量，在那儿手足无措。齐元老道已听闻李长寿传声，开口道：道友，不如随我前来，我一名徒儿备了茶水，凡事都可商谈。